这是什么神仙资源？上了一条小的，还继续又上了一条大的。在越南，渔民为了捕捉河中的渔获，向河中撒入渔网，一人操控着船只向前滑行，另一人便开始将船上的渔网放入河中。前方还有一只大船在行驶，生怕他们放的渔网会妨碍船只的通行。船只向着对岸滑行，渔网也一同抛入河中。放好渔网后，他们重新沿着渔网的路线整理，防止放下了渔网有漏洞。有些小鱼为了越过渔网，竟然飞进了船舱内。放好渔网后，现在就要等待河中的鱼自投罗网。河中最深的区域大约在4米左右。此时刚好经过一艘大轮船，他们不得不整理渔网越过船只。在河流的岸边都会有渔民进行操控渔网，渔网通过河流的冲刷会不断的向着下流移动。船上的渔民会对渔网进行来回的整理，同时也是为了检查渔网下方是否有渔获上货。不出意外，很快就有鱼上货了。果然，一条10几斤的大鱼瞬间被渔民拖了上来。被拖入船舱的大鱼不断的挣扎逃脱，这样的场景让在场的渔民又惊又喜。为了防止大鱼挣扎逃脱，利用绳索将鱼的嘴巴和腮部串在一起。激动的摄像3炮也开始用手来量一下鱼的纬度，鱼的肚子宽度就有30厘米，这条鱼至少也有20斤以上，而这里的1斤就有500克。绳索绑好后，就将其从网中取下来。刚开张就有一条20斤的大鱼，确实不同凡响。船上的渔民在渔网之间来回的收网，防止被渔网粘住的鱼逃脱。随着渔民不断的检查渔网是否有鱼上货，突然间又一条大鱼被渔民拽了上来。虽然这条鱼比第一条小很多，但也算得上是条大货。这条鱼没有10斤也有7、8斤。一个来回的收网就收获到了2条体型不错的大鱼。收网的过程中还要整理网上的树枝和树叶，来回的收网，很快就让渔民理清渔网下方是否有渔获。只需要轻轻的提起渔网就能感受到。在收网的过程中，船舱内较小的大鱼竟然翩翩起舞。为了防止鱼儿重新跳回到水里，直接把它塞入皮垫下。有了经验，这次收网就快了很多。有时候水中的枯木也会卡住渔网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必须将渔网取下来。每当感受到渔网下方有渔获后，便开始将渔网提起来。这次竟然一网双杀，被渔网困住的鱼儿已经动弹不得。渔网的网格也是非常大，一般小鱼都不会被困住。经过几次的来回收网，竟然一无所获。船上的渔民只好停下来休息片刻。休息过后的渔民果然精神抖擞，水中的巨物让在场的渔民都非常惊讶。被拖上来的鱼让在场的渔民都乐开了花，还和鱼来一个爱的抱抱，真是大巫见小巫。第一条以为是很大了，而这条鱼却超乎所有渔民的想象。为了防止到手的巨物逃脱，直接用绳索将嘴巴给套住，紧接着将鱼从渔网解脱下来。目测这条鱼至少30斤以上。开心的渔民一边收着渔网，一边看着船舱内的渔获。上货的速度也是接连而至，网格的大小决定了鱼儿上货最小的体型。来到了下游的桥墩，桥墩挡住了渔网，他们不得不将渔网收回。一次刮网就为他们收获了不少的渔获。大家知不知道这种鱼叫啥鱼？味道怎么样？